非有消息，最近有新闻说，美国苹果公司为了规避急剧上升的关税，3天时间内安排了5架飞机从印度抢运苹果手机。有飞友问，使用的是什么飞机？究竟是如何抢运苹果手机的呢？咱们今天来简单聊一聊。苹果手机在全球很受欢迎，最新款的 iPhone 16系列平均售价高达每部5000元人民币，所以苹果手机基本上都使用飞机来运输。以前苹果手机主要产地在中国郑州的时候，飞友们都知道，卢森堡货运的波音747经常去拉苹果，每架747 400型货机据说能够拉6万个苹果，货值3亿元。苹果手机每天在全球大约销售10万部，所以卢森堡的波音747每天都得去郑州拉苹果。卢森堡货运是欧洲规模最大的专业航空货运公司，现在拥有29架波音747货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卢森堡货运其实算是半个中国公司。2014年，河南航投收购了卢森堡货运 35% 的股份，成为了它的第2大股东。苹果主要生产基地现在转移到了印度的班加罗尔，富士康公司在这里建设了庞大的组装生产线，据称每年可以生产多达3000万部的苹果手机。但是运输苹果手机的生意并不是只给卢森堡货运，而是各家都有可能。班加罗尔是印度的硅谷，现在班加罗尔机场比较繁忙，每天有多达800架次的航班起降。DHL 在这里有通往香港的定期货班，使用波音767 312F 货机。此外，汉莎旗下的罗技航空和卡塔尔航空的波音777 200F 货机也飞这里，但是不清楚他们是不是每天都在拉苹果。全球的航空货运巨头联邦快递和 UPS 在班加罗尔也都有航线，但是印度与美国的距离太远，而且现在他们还不能使用俄罗斯空域，无法直飞。从航班跟踪记录上来看，联邦快递在3月末安排了多次的 FDX 6栋92航班， UPS 安排了多架次的 UPS 9航班，与新闻中的3天抢运5飞机苹果比较吻合。UPS 9使用波音747 400F 货机，似乎在深圳、班加罗尔、科隆之间摆渡。科隆波恩机场是 UPS 在欧洲最大的中转站，苹果手机可能从这里转往美国。FDX 6栋92则使用波音767 312F 货机，似乎在烈日、戴高乐、迪拜、班加罗尔之间运转。货运航班看不太明白，感兴趣的飞友们可以自行研究。总之，抢运苹果手机的不是别人，还是 UPS、联邦快递和 DHL 这些货运巨头。使用的飞机也不稀罕，无非是波音747、767或者777。只不过5架飞机解决不了大问题，估计今后还得不断的拉苹果，就算是关税上涨了也得拉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